分钟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·派克的《少有人走的路》。这本书被誉为人生必读的心灵成长指南，他用温暖而深刻的笔触，为我们揭示了通往心理和精神成熟的艰难旅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逆境中成长，而有些人却在困难面前止步不前？为什么有些人的爱情能够持久美好，而有些人却在感情中反复受伤？为什么有些人内心平静祥和，而有些人却终生焦虑不安？作者为我们找到了答案。他告诉我们，通往心灵成熟的路确实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因为它需要我们具备4种珍贵的品质：自律、爱、成长和信仰。第一部分，自律，人生最大的财富。什么是自律？很多人以为自律就是严格要求自己，就是克制欲望，就是过苦行僧般的生活。但作者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律是解决人生痛苦的首要工具，是让我们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途径。你知道吗？人生中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我们缺乏自律。那个总是拖延工作的人，最终承受的是工作堆积如山的焦虑；那个无法控制情绪的人，最终失去的是最珍贵的人际关系；那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，最终面对的是问题越来越复杂的现实。作者说，自律包含4个方面：推迟满足感、承担责任、忠于事实、保持平衡。这4个方面构成了人格成熟的基石。先说推迟满足感。什么是推迟满足感？就是为了更大的目标，暂时放弃眼前的诱惑。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是人生最大的挑战之一。书中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，一个小女孩在吃蛋糕，她有2种选择，要么先吃掉奶油，最后啃干巴巴的蛋糕底，要么先吃蛋糕底，把美味的奶油留到最后享受。这个小女孩选择了后者，她说，我要把最好的留到最后。这就是推迟满足感。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选择，是先玩游戏再学习，还是先学习再娱乐？是先花钱享受，还是先存钱投资？是先逃避问题，还是先解决问题？那些能够推迟满足感的人，往往能够在人生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和更深的满足，因为他们懂得眼前的痛苦是暂时的，而长远的收获是持久的。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，当她最后品尝奶油的时候，那种满足感是双倍的，既有奶油的甜美，又有等待的回报。但是推迟满足感并不意味着永远不满足。作者强调，这是一种平衡的艺术，既要为了长远目标而努力，也要在过程中给自己适当的奖励和休息。再说承担责任，这可能是4个要素中最难做到的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承担责任意味着承认，我的人生是我的选择，我的痛苦是我的创造，我的问题是我的责任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逃避这个事实，工作不顺利就怪老板，感情不幸福就怪对方，生活不如意就怪社会。这样做确实能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感觉好一些，但长远来看，这种逃避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第3个要素是忠于事实。什么是忠于事实？就是诚实的面对现实，不逃避，不粉饰，不自欺欺人。人们为什么要逃避事实？因为现实往往是痛苦的。承认自己的错误是痛苦的，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是痛苦的，承认某些东西已经失去是痛苦的。所以我们常常选择生活在幻想中，给自己编织各种美丽的谎言，但是逃避事实的代价是巨大的。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学生，永远不可能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。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性格缺陷的人，永远不可能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。一个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人，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作者说，忠于事实需要勇气，因为真相往往是刺痛人的，但是只有面对真相，我们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。最后一个要素是保持平衡。什么是平衡？就是在各种冲突的需求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。生活中处处需要平衡，工作和家庭需要平衡，理想和现实需要平衡，自我和他人需要平衡，严格和宽容需要平衡。保持平衡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智慧。它要求我们在每个具体的情境中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恰当的选择。这没有标准答案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调整。自律的这4个要素看似简单，实则深刻。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，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反复练习和完善的技能。就像学习任何技能一样，开始的时候会很困难，但随着练习的深入，它们会成为我们的本能，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。第2部分，爱，人生最大的学问。说到爱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浪漫的爱情，是温暖的亲情，是深厚的友情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对爱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真正的爱是什么？
作者给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定义：爱是为了促进自己和他人心智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。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些冷静，甚至有些理性，但它揭示了爱的本质。爱不是感觉，爱是行动；爱不是索取，爱是给予；爱不是占有，爱是成长。很多人把爱理解为一种感觉，认为只要有了爱的感觉就是真爱了。但感觉是变化的，今天有，明天可能就没有了。真正的爱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承诺，是一种持续的行动。书中有个令人心碎的案例，一位母亲声称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，但她的爱却是占有性的、控制性的。她不允许儿子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允许儿子交朋友，不允许儿子做任何他认为有风险的事情。她以为这是爱，但实际上这是恐惧，是自私，是控制。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？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尊重孩子的独立性，会支持孩子的成长，即使这意味着孩子可能会离开自己，可能会犯错误，可能会受到伤害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这样，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成熟的人。爱情也是如此。很多人以为爱情就是两个人形影不离，就是完全拥有对方，就是对方的一切都属于自己。但真正的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选择一起成长，是彼此支持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是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建立深度的连接。作者说，真正的爱具有4个特征：关注、责任、尊重和了解。关注就是真正在意对方的福祉，不是表面的关心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注。你会观察对方的需要，理解对方的感受，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。责任就是愿意为爱承担义务，不是被迫的，而是主动的。你愿意为了这份爱投入时间、精力和情感，愿意在困难的时候坚持，在挫折的时候不放弃。尊重就是认识到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有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选择权。你不会试图改变对方，不会强迫对方按照你的意愿生活，而是欣赏和接纳对方的独特性。了解就是努力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，不是表面的了解，而是深层的理解。你愿意花时间倾听，愿意用心体会，愿意从对方的角度看世界。这4个特征看起来简单，但要真正做到却需要巨大的努力和智慧，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超越自己的自私，超越自己的恐惧，超越自己的局限。第3部分，成长与信仰，心灵进化的阶梯。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，但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停止了成长，他们的身体在老化，但心灵却停留在某个阶段不再前进。作者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长是心灵的成长，是意识的扩展，是对世界理解的深化。心灵成长有4个阶段，就像爬楼梯一样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和挑战。第一个阶段叫做混乱期，在这个阶段，人们缺乏规则意识，行为冲动，思维混乱。很多青少年处在这个阶段，他们叛逆、冲动，不服管教。但也有一些成年人甚至老年人，心灵依然停留在这个阶段。第2个阶段叫做形式期，在这个阶段，人们开始遵守规则，相信权威，按部就班的生活。这个阶段的人往往很守纪律，很听话，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容易盲从。第3个阶段叫做怀疑期，在这个阶段，人们开始质疑权威，质疑传统，质疑一切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。这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阶段，因为只有通过质疑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理。第4个阶段叫做神秘期，在这个阶段，人们重新获得了信仰，但这种信仰不是盲目的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是被强加的，而是主动选择的。这4个阶段不是线性的，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处于不同的阶段，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反复经历某个阶段。关键是要意识到成长的必要性，主动推动自己向更高的阶段发展。作者强调，成长是痛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成长意味着放弃旧的自己，意味着面对未知的恐惧，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。有个病人对作者说，我不想成长，成长太痛苦了。作者回答，不成长同样痛苦，而且是没有意义的痛苦。成长的痛苦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它会带来进步和希望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。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，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痛苦，而在于如何选择有意义的痛苦。成长的痛苦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它让我们变得更好。逃避的痛苦是无意义的，因为它让我们停滞不前。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，信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很多人一听到信仰就想到宗教，但作者所说的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，更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思考和坚定信念。信仰给我们提供了3样东西：方向、力量和慰藉。方向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向哪里走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有意义的，什么是无意义的。没有信仰的人
就像在黑夜中行走的人，不知道路在何方。力量就是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的勇气，在挫折面前重新站起来的毅力，在诱惑面前保持定力的决心。信仰给我们内在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局限。慰藉就是在痛苦面前的安慰，在孤独面前的陪伴，在绝望面前的希望。信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孤独的，我们的痛苦是有意义的，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。但是作者也提醒我们，信仰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，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。真正的信仰是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，更勇敢地承担责任，更智慧地处理问题。亲爱的朋友，读到这里，你是否感受到了内心的触动？你是否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？你是否意识到，成长虽然痛苦，但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？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。只要我们知道人生是艰难的，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，那么我们就再也不会对人生的苦难耿耿于怀了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